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苏珊。看到苏珊身后这片大海了吗？没错，苏珊现在人住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巴生的港口，但是本地人会用比较亲切的方式去称呼它，福建话巴桑港、巴桑后、巴桑后，有点小小的尴尬。那么这一个巴桑港，具体来说，这个码头它的功用是什么嘞？其实，在苏珊小时候啊，对它唯一的印象就是，每逢过新年的时候，苏珊就会跟家人一起从这里搭船到一个叫吉丹岛的小岛，去跟阿嬷庆祝农历新年。那么当时搭船会有2种选择，其实是3种，一个就是比较常搭的，我们叫它飞机船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长长的铁皮船。封闭的，然后里面是冷气，有一点无聊。苏珊每一次一上到去就睡觉，醒来就到吉丹岛。第二艘就比较有趣，它就是比较大艘的木质的船，是露天的。那么为什么比较有趣？是因为你坐在上面，你可以看看沿途的一些海上的风景。当时苏珊就记得里面有一个船舱。会发现有一些大人在里面玩扑克牌，打发时间这样子。里面是一些船员啊，还有码头的搬运工人。还有第3种就是特别需要去，去订的，或者是去安排的，它就是快艇，特别快。像基本上我们从这里到吉丹岛是20分钟这样子，如果你搭快艇，10分钟就可以到了。除了可以到吉丹岛之外，这个码头还可以去一个叫5条港的地方，但是苏珊是没有去过了。而如今，如果你到这一个码头，它好像只有2种，一是快艇，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大的游轮，它下层是冷气的，然后上层是露天的，就比较豪华一点，船价好像也差不多。那么苏珊就在小时候其实有看到很多很大的集运箱，苏珊不明白当时他们是在做什么。后来苏珊去查了一查，才发现不得了，原来这个港口是马来西亚很重要的集运箱的口岸，它也是全马来西亚最大的货运港口。刚刚苏珊在沿途过来的时候，也有发现一个政府机构是专门做审核进出口的。附近还有警察局这样子，所以看来苏珊小时候是小看他了。初生之犊不怕虎啊！说了这么多，苏珊也是有一点饿了，我们就去吃这样子。附近有一些小小的摊口，蛮有特色。Satu 3 gitu. Nak 1 saja. Boleh buka sekali lagi? Buka sekali. Yang sini ya. Ya boleh. Terima kasih. Terima kasih. Sama-sama. 苏珊还记得小时候是一个华裔的中年安哥卖的，真加工。新鲜出炉、热腾腾的加工。刚刚卖这个加工的阿邦，他的摩托上就有2个铁皮箱，一个是上面，一个是下面。上面是放玉米的，下面应该就是放火炉，因为它也热腾腾的，他就持续的去蒸它。然后这个阿邦也非常贴心，他就问苏珊：“要不要帮你把皮剥开？”已经剥开了。然后苏珊刚才忍不住已经咬了一口。现在再来分析一下它的味道，也没有什么好分析的。还有就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加工，然后蒸了非常久的时间，所以它的口感咬下去是软糯的，它不会有加工的脆感。然后加了一些的盐去调味，苏珊是觉得还不错。作为第一支，就是这一支视频的第一餐。苏珊现在在的这个地方
它叫做 KTM Pelabuhan。然后苏珊现在牙齿卡到了，整理一下，其实就是一个火车站，它也是你从吉隆坡搭 KTM 到巴生的最后一个站。KTM 是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公共交通系统啊。然后从这个站走到刚刚苏珊的那个码头，需要2分钟路程这样子。然后当你们如果要来这里的时候，要注意一下 KTM 的时间表。苏珊在大学时期啊，就因为很多次没有注意到这个时间表，而错过 KTM 的火车，就因此浪费了很多时间啊、精力啊、金钱这样子。然后，如果你要下到五条港和鸡蛋岛，最夜的夜班没有记错的话是7点。讲了这么多，苏珊也是有一点饿，继续吃玉米。米水啊，哎，我要高克，这个啊，喝了2杯。来，哦，很漂亮。看有没有吃，这里可以做饭。对对。怎样拿啊？看你吃。这个是半个，一个是一个。那个是豆干，那个是老罐。哦。这个湿的，这个干的。哦，对对对。OK， 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它是全部一起算还是分开算？一起算的。这个来算了，这2开算了。OK。先去种了。那个要放哪里？我放水果，水果的，放水果的，然后这个哈，这个苏珊，你来我那，讲这里的梨水是用什么做的？杨桃，不是应该用梨做的吗？哦，用杨桃哦，只有你是用杨桃做。杨桃，把它腌了，才弄的，做酵素才弄。哦，做了酵素才那个。鱼酱辣椒可以。刚做饭的。是的啊。OK，对，谢谢。鱼酱辣椒。可以啊，甜酱辣椒。哦，你做很多年啊？我啊，档口是70多年了，我是差不多50年了。哇，70多年，50多年，哇，那你这个对不对？哦，爸爸传给你啊。阿公啊，阿公。哦 ，OK， 我就是一直有听，然后我就来找一找，哎，但是所以是每天都有卖。对，每天都有卖，我看是1点卖到8点这样。对。哦 ，OK， 谢谢。我来试试看。对，谢谢。
苏珊刚刚这样子点全部啊，2杯梨水啊，还有炸的海鸡啊，这个不知道什么，猪肠粉，还有豆干，然后有一些黄瓜丝这样子，再加上2杯梨水，一共才13块，价格非常实惠，各位必须要来尝一尝。来这里，干杯，第一口。哦，安哥叫我拍他那里。这个是老板叫你去那。哦，老板这是加 orange 下去的。哦，这加 orange 下去的。哦，谢谢老板。先来一口梨水。入口下去，它有一些微酸带甜，好像喝酸梅汁这样。但是进到你的喉咙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些刺刺的口感。刚刚苏珊介绍到一半，老板又说苏珊刚刚少拿了这个比较古早味的味道，它是豆干包黄瓜的，比较古早味的。苏珊拿的丝版呢是可能比较现代化的口味。那么苏珊刚刚就向老板了解，梨水是怎么制作的，老板就有毫不保留的透露他的秘籍，就说其实就是用杨桃腌制过后，变成了酵素之后再去制作梨水的，所以它喝下去会有一点像红酒入喉的感觉，因为它同样是经过发酵去制作的，蛮好喝。再来试这一杯，老板特别安排的梨水加鲜橙汁，所以应该会理论上是多了鲜橙汁的风味的梨水。哦，如果你担心你不喝酵素的味道的话，然后又想尝试梨水，可以来一点这个鲜橙汁的，因为它的梨水的味道没有降重，它跟鲜橙汁做了中和。讲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吃一吃。当然是来这个老板额外招待的古早味，看来要用手比较方便，就用手吧。满满的酱汁，好吃哎！苏珊刚刚说错了，它不是豆干，它是倒蹦啊。等等，苏珊再跟老板确认。豆干它的内馅是平滑的，这个它是有很多的洞口，有一点像那个我们煮汤的时候放的那种倒蹦，会吸收汤汁的，而这个是大片的，所以它会吸收那个甜酱跟辣酱，然后里面有一些黄瓜，就比较多层次，它的口感又软又脆，很香呢。难怪老板要特别招待这个。这应该是腐竹鲍鱼盐这样子，很脆呢，很香。苏珊以为它放在那里比较长时间了过后会失去它的脆度，不对，它还像刚炸出来的保留那种脆度这样子啊。说苏珊是怎么知道这个梨水的？其实苏珊在小的时候啊，每次来港口，其实想到的这个食物不是梨水，是猪肠粉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在港口的码头那里，它那里有一间小小的店铺，非常非常的小间，就是贩卖猪肠粉的。然后它贩卖的那个形式有一点像日本的站着的那种居酒屋，然后卖关东煮，所以你就是坐这有一个高台，前面就是那些料，它就这样子加给你，加给你，加给你。
然后这样子穿烫好过后淋上汁，就这样子，你就坐在那个高台跟老板这样子面对面吃。苏珊每一次到那里啊，一定要跟哥哥一起吃10几块，所以爸爸就说啊，每次带你们接阿嬷的时候啊，至少要花一个20块钱给你们吃猪肠粉。苏珊跟哥哥小时候又特别能吃哦，因为在发育嘛，男孩子以前苏珊吃的饭啊，一座山这样高，吃自助餐啊是绝对不亏本的。那么苏珊是怎么知道这个梨水？是有一次苏珊在大学的学长来巴生找苏珊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知道吗？巴生有一档很著名的梨水。”苏珊就说：“啊，有这回事？什么来的哦？”哦，跟着他来才发现内有乾坤啊！原来巴生卧虎藏龙。但是跟他来之后不久，就发生了疫情，就一直没有机会来再尝这个梨水，直到现在就再次回到这个地方，来一个现代版的豆干。这个豆干就跟现在马来西亚比较常能在 shopping mall 买到的那些豆干拿去炸一样，是现代版的黑鸡。只有北马的黑鸡是偏面粉薄的，在我们这一带，它的面粉都是偏厚的，然后咬到里面是有一些菜的香味，苏珊不确定是什么菜，然后还有带壳的虾，老板给的分量是非常足的，所以刚刚苏珊拿的每一块黑鸡里面呢，都可以咬到虾。继续刚刚讲的，那时候苏珊就跟学长在这里吃，那时候我们是站着吃啦，因为这里就只有一个桌子。学长就有谈到他对巴生的印象是什么，他就说：“你没有发现你们这里很特别？”苏珊说：“有什么特别？”因为苏珊在这里好多年了，就习以为常了。他就说：“你们这里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哦，而且也没有看到大山。”苏珊看一看才发现，诶，真的哦，巴生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看到高楼大厦，尤其是靠近港口的这一带。后来苏珊就发现，可能平时对周遭的事情不太敏感啊，所以就有开始训练自己一点这样子。果然还是需要旁人去协助，才能有一个对生活的提醒。老板的朋友过来跟老板聊。这鱼丸咬起来也不像是一般上便利商店买的包装的鱼丸，但苏珊不确定是不是手工做了。苏珊刚刚就有跟老板聊天，老板就说他好像是每天都营业，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是他的营业时间。像苏珊来的这时间点是7点钟，所以刚刚从6点到7点的这个时间，天色是很快暗的，所以那个天色就已经不一样了。然后苏珊其实来之前有做一点点功课，就看一下这梨水有多少年的历史。网络有的人说60多年、70多年、50多年的也有。刚刚就跟老板有了解到，老板就说其实是74年了，然后他本身自己接手这个档口是50多年，所以能50多年专注做同一件事啊，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最近也有一些节目是关于吃的，包括苏珊参与的拍摄，是本地的一档烹饪节目。然后最近韩国也有出的一档比较著名的叫黑白大厨，都是跟烹饪有关的，就觉得专心做吃好像是不错的一件事情。就是苏珊小时候就是
去给人算命的时候啊，那人就说：“苏珊，你一定是以后跟火有关的行业，是做吃的。”苏珊小时候就很生气，因为中学的时候就要帮父母做卖那个叫什么菜饭啊，做饮食相关啊，又要煮又要炸，苏珊就讲不要做。结果现在到现在，苏珊的探店也是跟吃有关的。完食，吃得非常的饱。刚刚苏珊在这里吃的时候啊，发现那个人潮是络绎不绝的，就是他时不时有一组顾客过来这样子吃。走，我们去跟老板聊一聊。那个我要问你，那个古早味的那个导购啊，那是导花来的吗？怎么不一样的？它的做法不一样。哦，那个是，它不是导花来的，还是炒花就是那种普通我们买来做菜炒菜那种炒花。啊，这个导购类是另外一种做法来的。OK， 难怪我就吃到不一样，我就觉得很好吃，我下次再来。对。那个鱼圆也是手工的吗？那种白色的嘛。那个长长的啊，那手工的，我会吃到不一样。刚黑鸡，对了，那个黑鸡我也吃到不一样。OK 啦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苏珊刚刚去跟老板确认了，只是有疑问就一定要，是吧？补血量的子曰，打破沙底问到底。所以老板就说，对，那个鱼丸是手工的，黑鸡也是，黑鸡特别的香哦。还有那个导爆古早味的，他说特别的做法，但苏珊觉得这是人家的秘密武器啦，就不要问太深这样子。苏珊感觉，如果你今天是去鸡蛋岛玩，去五条港玩，或者你在这附近哦，一定要来这个丽水这里试一试。下午1点到晚上8点，现在已经是7点半了，老板还在营业。走，我们去下一档。我要炒饭小的 ，OK， 印度面小的，然后巴厘桶小的 ，OK 可以。鲜炒水，苏珊小时候帮父母做生意的时候啊，家里也是有卖这个，就长长一条黑色，然后切小条，然后跟糖搅在一起。然后刚刚苏珊去绕了一圈，他那里前面有一个很大架的电视机，是有显示哪个桌子点了多久时间，点了多少钱，就很酷的一个系统哦。刚刚老板过来点的时候，苏珊还有发现，可以扫码点餐。这种做法在马来西亚的点心楼很常见，就是给你烧水烫，然后这样洗。现在有一些酒楼也是有的。然后这间店它是叫做天利老招牌印度面，可是很有趣的是，其实他做的很多食物都是中式大炒啊、热炒这样子。然后比较著名的食物是有我们叫巴厘董炒饭，印度炒面，还有螃蟹跟泰式豆腐。苏珊点了其中3样。苏珊刚刚在环顾四周的时候，发现这间店有一些蛮有趣的事物。它有2副对联，叫做“天时地利人和旺，利人利己事业兴”，感觉跟它的招牌是有关联的，因为它的招牌就叫天利，蛮有趣的一个联想了，不确定对不对这样子。所以苏珊在等买印度面一起，我们就
开动。苏珊等不及了，这个我们这里叫巴利董。后来苏珊有一些朋友跟苏珊说，这个叫猪猪。苏珊都没有听过猪猪这个名字啦，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叫做螺肉。这里的招牌，苏珊好久没有吃了。苏珊小时候最爱就是这一道。然后为什么叫猪猪呢？苏珊猜啦，应该是你吸吮的时候还有声音，有点不雅观。吃巴利董呢，其实有一个技巧。苏珊以前是用手吃的啦，现在我们用筷子。先吸它的尾巴的部分，这个是头，这是尾。好，吸到它的尾巴，卡住在洞口那里，再吸它的头。我们利用空气压的原理，就出来了。然后它的头部分有一片这样子的东西是不可以吃的，类似骨头的组织，很好吃。它的那个辣度是一般人能接受的辣度，它不会说特别的香辣，感觉小朋友也可以吃。就是小朋友你要训练他吃辣，就让他来吃这一道，但是还是要小心啦。这个就是螺肉真正的真实面貌，就这样子。这上面就是刚刚苏珊说的不可以吃的骨头的部分。这商家在处理螺肉的时候处理得非常好，因为它尾巴原本是非常的长的嘛，你要剪得刚刚好，它才可以非常的好把它的做出来。不然像以前啊，苏珊的妈妈不怎么会处理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拼命的吸，这样那个螺肉还是吸不出来。不可以是专业的。其实啊，苏珊在吃这巴利董的时候，就回忆起中学的时候，在大概13、14岁的时候，苏珊的家人就有替苏珊办了一场生日会，然后那时候苏珊就有邀请一些朋友来嘛，就有其中一个他是受英文教育的，苏珊记得他的名字叫 Brandon， 他就来到的时候，苏珊的舅母也有帮忙煮这一道巴利董。那时候满满一盆还活着的，他们就到处爬。Brandon 看到了，他就觉得怎么这样的这道食物，他就不敢吃。后来苏珊的舅母就处理之后，通常巴利董它也是炒辣，苏珊的舅母炒的是有一点类似宫保了，就炒好了一碟嘛。Brandon 就看了，就觉得不行，男人不可以丢面子，就试了一试。结果一发不可收拾，从此爱上巴利董。苏珊就觉得推人入坑是一件很自豪的事。现在来试看它的另一个招牌炒饭，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有南乳炸猪肉，然后还有一些去了籽的黄瓜，看起来它蛮用心的。它南乳腌制的蛮入味，所以你咬下去，你不会只是吃到猪肉跟南乳的味道分开，它是腌制在一起了的。然后你咬的时候，南乳的味道是慢慢出来的，而且它咸之后，它会逼出猪肉的甜味，不错。刚刚苏珊还在想，一个小的炒饭，一个小的印度面，小的巴利董到底够不够吃？你们看这分量是小的没？完全不像小的，好不好？等了好久的印度面，酸干，
灵魂。先来第一口。有点烧，感觉它炒的酱料哦是跟玛丽董的是一样的，可是搭配起黄面哦，特别的香，然后还有咖喱叶。哦，这个印度面不虚此行啊！就是你今天去港口啊，不管了，反正你在这附近哦，你就一定要来吃它的印度面，然后顺便来一颗午夜香吻。看这个印度面它有什么配料，有鱼饼，有一些包菜、炒面，有鸡蛋，很简单的搭配。但是灵魂是在哪里？在它的酱料，它用的酱料跟其他印度人炒的印度炒面不一样。其他的印度炒面，他们炒出来是比较干、比较黑，然后面的味道比较重。它这一盘是酱的味道比较重。所以你吃这口面的时候，你感觉满满整口都是酱香料，好吃。小的，告诉苏珊哪里小了。最后2颗螺肉，完食，不愧是午夜香闻，越闻越辣，因为它的巴厘董姜的配料比较重，所以你起初吃那个辣度没有什么出来，你越闻。那个火热的心就越燃烧，好吧，完食去结账。有一个面炒蛋玛丽豆2公薯对吗？对，44。1000个人看卖200。美女，我们加了5个，谢了，可以，我很久没有吃巴厘董了，刚刚看到这。苏珊书本的书，珊是山哦，然后看见。对，我帮你做了吗？很用心做嘛。哦，对啊，就讲比较多，没有那种夸张的。然后把你那口的那边弄的，拿出来。那个全都是有。哦，你们也是有拍片哦？没有，没事，都不知道他们会看你们的什么。哦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谢他们。好，可以，谢谢，很好吃那个巴厘董跟炒面。好，谢谢，等一拜拜。苏珊刚刚这样子点一个1人份的巴厘董，1人份的炒饭，1人份的印度面，还有2杯水，一共是44块。苏珊是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实惠啊。然后苏珊应该会之后经常来这里吃他的巴厘董，还有那个印度炒面。老板刚刚其实有在旁边默默看苏珊拍，他就觉得苏珊拍的挺不错的，就有问苏珊是叫什么名字，苏珊就告诉他们了这样子。然后今天一整天下来的体验都非常好，就从蒸的玉米啊，然后到那个梨水跟它的很好吃的那个不懂豆干还是豆腐，然后到现在的巴厘董跟印度面，完美的一个新起点，所以回家了，拜拜。